最近职场下雨的缘故所以种植跟影片拍摄的节奏似乎也跟着被雨水给打乱掉，应该有明显的感觉到上片的速度变慢许多。不过这跟即将要换季也是有一点关系由于一天能回老家这边工作的时间有限，一天顶多2-3个小时可以用而已所以像遇到下雨的时候时间还是得好好利用。因此有些不急的事情就移到下雨的时候来做。像您现在看到的正在解开的，这其实是大型塑胶水管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以前别处的田曾经种过苦瓜，所以呢这是用来灌溉苦瓜使用的水管。只是这很神奇自从有印象以来就不曾经看过说家里有种过苦瓜。而这神奇的地方是这个塑胶水管，它经过几十年的闲置竟然整捆都还好好的。这样把它剪开，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很浪费的，但总比怎样又继续摆放个几十年，然后有价值多了。接下来分享个人整理后院的经验通常想做改变之前会做个简单的拍摄，然后进行反复观看，甚至是停格观看，看哪个位置可以再做怎样的改进。不过因为环境种得太复杂了，虽然有些部分它是休耕的状态，这已经是有开始整理了不过除非你的眼力非常好不然你应该很难发现已经有一些变化了。这些芋头苗就是从刚才摆放甘蔗叶的位置拔除出来的，打算把它移植到前院，可兼做造景使用而这放养的大颗芋头已经拔除了，自然不是要介绍芋头，个人比较在意的是这土壤的变化由下方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有非常多的养分，而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天然育苗场。陆续的影片会看到甘蔗的后续与利用。台湾的糖厂目前还有在制糖的只剩2-3个厂但很特别却也不好理解的是，就像虎尾糖厂它有在制糖，但却没有甘蔗渣有机肥可买，但在其他没有制糖的厂却可以买到甘蔗渣有机肥。这样的制程安排真的是非常不好理解，所以个人只好土法炼钢，自制甘蔗渣有机肥。而这隐藏式的堆肥槽已经可以使用了。上方的百日草有点意外竟然可以开这么久。没有移除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降低日照，来帮忙掩护下方的蚯蚓。目前也看到不少的养分接着就会把它转换成怎样育苗槽。那实测的效果目前看来是非常好而这已经拍摄完成了，下部片就可以呈现了。再看一遍你有发现有很大的变化了吗？四季柠檬出了一点状况，目前让它重新休养中。其实要看出变化要实际做给你看会比较明显。一开始修剪的是一株保护骨头的中药树以前其实种很多棵，在熬煮青草茶的时候才会用到。另外这下方则是当初七里香的幼苗太多只好用一般最常见的那个篱笆种法
全部把它挤在下方。所以你修剪的方式呢，就只有采用这样无脑修剪法，只要把它修剪整齐就好了。而这已经摆放好几个月的中药渣养分槽日前在贴文上打算进行开封。先不谈蚯蚓的数量这采用有机种植的方式光几个月不长草就已经很厉害了。竟然被弃之如敝屣说是垃圾一堆，实在是非常无言进行转场一下，换个心情，赏个夜景，算是外国影片萤火看太多了，总觉得也可以浪漫一下。最后这个画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很像 ET但从这个角度看却很像 Goofy， 时常坐着发呆的样子。这是川七一直没有修剪掉的原因是要拿来防台因为它的藤蔓很特别，会自己不断的缠绕自己而这个特性呢，刚好可以拿来加强固定棚架。一开始还觉得它特别的凶悍，因为发现呢，一旁的百香果藤蔓都不敢靠近它，而选择直接绕过它了。所以可以发现百香果的藤蔓都跟它保持一段距离。不过仔细推敲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川七不断的缠绕自己，那团状的那种生长的现象造成越来越大团，然后遮住了光线那百香果在向光性的驱使下呢，造成那个绕道而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川七天气热的时候呢，就会开花。为了让养分集中到叶片上必须将花修剪掉。但逐一修剪实在太麻烦了，所以趁现在提早直接带叶做大部分的修剪。等它重新再长出新叶以后，那天气转凉以后，今年的第一道冬菜就自动完成了。